我是一个大菠萝，大菠萝，大菠萝，你们就是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我小时候超级喜欢吃菠萝包，而且一次吃一个就觉得很不过瘾。味多美有这种巨无霸菠萝包，每次我都会买这种超大菠萝包吃。最近我又怀念这个面包了，所以就挑战在家做一个巨无霸菠萝包。先做一个中种面团，酸奶加酵母混合均匀，然后再加入糖和面粉，再混合均匀。揉匀以后室温发酵30分钟到1小时，然后再放到冰箱里冷藏1晚上。再做一个烫种，开水倒入到面粉里，搅拌均匀。拌匀以后放到冰箱里冷藏。第二天中种面团发到了2到3倍大，扒开可以看一下，里边是这种丰富的蜂窝，这样就发好了。然后把中种和烫种都放进去，再加入煮面团的这些材料，用厨师机揉至面团出筋。我是用5档揉了15分钟，因为它前期混合面团稍微用了点时间。揉到这样有锯齿的膜就可以加黄油了。加入软化的黄油。加入黄油以后，先用3档揉3到5分钟，揉到看不到黄油了，再转5档揉1到2分钟，然后就检查膜。揉到这样子稍微有一点点锯齿的膜就可以了，差不多是9分斤。揉好的面团温度不要超过28度，你们看我今天的这个面温有多低，才18度，所以后边的发酵就很慢很慢。揉好以后先不用发酵，直接给面团平均分成2份，然后把2份面团都滚圆。滚圆以后，再给它放在26度的室温下松弛30分钟。这个时候可以做内馅儿。其实这个菠萝包做咖喱馅儿也挺好吃的，但是我觉得还得开火，有点麻烦，所以我还是选择了比较简单的椰蓉馅儿和奶酥馅儿。我做了2种馅儿，这2种馅儿的做法都特别简单，就是把屏幕上的所有材料都放在一起混合均匀就可以了。蔓越莓如果比较大的话，就给它剪开或者切碎。奶酥馅也是把这些材料都放在一起混合均匀。面团松弛了30分钟以后就可以包馅了，把它拍扁，也不需要擀面杖，就稍微拍一拍就可以了。你们要知道，不同的整形方法做出来的那个面包口感是不同的。我就这么随便拍一拍，也不需要擀面杖把所有的气都擀出去，那它的面筋就不会很紧，做出来的面包那它的口感相对就会更松软一些。相反，如果你把它的气排得很干净，那它的面筋就会很紧实，口感也会更有弹性。但是整形的时候，我们要避免让面筋过于紧实，这样面团也会受到伤害，二发的时候就容易裂开。把这个内馅给它包进去，封口捏紧，然后把封口压在下边，再稍微整一整，给它整成圆形，放在烤盘上，盖上，进行最后的发酵。发酵的时候把屋里的空调关上，这个温度就很适合二发了，30到35度。这2种馅的配方是刚好做2个巨无霸的。如果你只做1种口味，可以把材料乘以2，又或者做一个有馅的，做一个没馅的也挺好。这2个面团恐怕是没法挤在一个烤盘里，因为它烤完以后真的很大。这个时候来做表面的菠萝皮，软化的黄油里加细砂糖，搅拌均匀，然后再筛入所有粉类，再加入蛋黄、淡奶油，搅拌均匀。混合以后，它是一个黄油面团，然后盖上松弛，太热的话就放到冰箱里。面团发到原来的2倍大，手指沾面粉在面团上按一下，可以看到有轻微回弹，面团上还能留下这个手指印儿，就说明已经发酵好了。然后在面团表面刷一层全蛋液，把酥皮面团平分2份，放在油纸上擀开，擀成比面团大一点点的面片，然后扣在面团上，轻轻地把油纸揭开。面团上抹了蛋液，这样酥皮和面团就会很好的粘合在一起，烤完以后皮就不会掉了。
再整理一下，把边上的面团收到底部。然后在酥皮上再刷一层蛋黄液，就是蛋黄1个，里边加2克水，搅拌均匀就是蛋黄液。放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下层，上火200度，下火170度烤30分钟。刚刚放第一个酥皮，我觉得油脂有点硬，揭开的时候有点费劲。后来我琢磨用保鲜膜会更好操作一些。果然，因为保鲜膜是软的，还是更好操作一些。这个也是刷上蛋液，等待第一个出炉以后再放进去烤就行了。看我这个大菠萝包出炉啦，真的好大一个呀！震一下热气，然后把面包放在晾架上晾凉。第二个再放进去烤，第二个也出炉啦，看着带劲不？吃起来超过瘾的。是我2个手这么大的大菠萝包。看到这个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去味多美买大菠萝包时候的场景，那时候买一个这么大的菠萝包，吃起来真的好开心好开心啊！我是一个大菠萝大菠萝大菠萝，你们就是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。比我头还大的菠萝包，我要是把这一个都吃掉的话，那真的得撑死我。听这声儿，这个皮还特别的酥脆。如果不喜欢吃甜的话，我建议放咖喱馅，不过面团的糖量不是很多，只是酥皮糖多，我觉得甜度是刚刚好的。外甥吃了2块，说很好吃，说比味多美的好吃多了。看我把它摁下去，空气感十足，非常的松软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大菠萝包的话，也试试吧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关注、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哦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